在这边住了18年了。我是 INTJ， 对秩序比较在意。厨房看不到抹布，看不到扫把，我觉得不好看的东西，我会想尽办法让它消失。我没有考虑过极简这个词啊，就是为了生活。我觉得我们家充满了生活气啊。我出生长大是在台北，97年哈佛毕业。我在纽约工作了10年，06年到北京的。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呢，在国贸这一区吧，大概265平米。原本的装潢呢，我是统统移除。白墙是一个蛮好的光线的载体吧，有一点都不单调。那门框基本上都是做影框门。今年年初，我们楼的这个热水管在半夜爆裂，家里淹了大概5公分吧，干脆就改变一下吧，这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就开始改造。在这堵墙出现之前呢，这个空间面对的是大门，大人在走来走去啊，小孩子进进出出啊，一个可以旋转的墙面，当90度开启的时候，它就可以把外界的东西给挡住。所以当这堵墙开到180度的时候，就原本的过道基本上被阻挡住了。在客厅里面创造一个阅读的角落。一的承重墙这边我做了柜子，我也有一个梯子，帮助我拿到高处的书。这沙发基本上已经用了大概超过25年吧，从纽约搬过来的 PK22那把椅子也是超过25年的历史。连一个专门读书的空间，我会对这个事情有个渴望吧。我就把原本的主卧室呢改造成书房。那这个柜子呢，在起居室跟现在的书房中间制造了一个中介空间，待的时间最长的应该就是这个空间。那这套书是建筑师路易斯康他的手稿，这些就是我今年读完的书，大概是40来本吧。今年我又读了一遍《红楼梦》，哲学书、历史书我都是很感兴趣。没办法，世界太大了。8年前一条来拍的时候，那大家可能觉得你的厨房为什么看不到锅碗瓢盆？厨房里很多东西你不会想要看到，比如说厨房的抹布，我们是挂在柜子里。我也利用了这个转角这边做了一个柜子，我之后都在这里面。断舍离就丢东西，你脑海中你始终会有一个表格，这个东西3年内、6年内还会不会用到？就像衣服，我都是有需要我才买，得不到什么享受，物欲就少很多。家里的小孩出国也2、3年了，他在纽约的住宅我也去看过了，我的妈呀，那简直是堆满了东西，我的天哪！他跟我在一起20多年吧，我不懂这个原因是什么。每个人过生活的方式也不一样，他总是有他的一个世界去找寻他要的东西，让我并不操心。别人问我你小孩都怎么教，我自己看着办。因为年纪比较大，工作上面可能也放手的比较多，而且家的时间也相对多一点，对于手机没什么太大兴趣。我的微信基本上我把公众号这个功能关掉，只发微信。买书都是因为对某一件事情特别好奇，从小对世界的一个窗口。我现在有超过3500本书吧，我浴室旁边也有书架。那你会有书太多读不完的焦虑吗？我觉得一个事情做不到尽头都是很正常的事，但是你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，你怎么样子追这个无穷，我觉得是个有意思的事。跟自己的个性契合，能够自己塑造自己的环境，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。我未来的养老你会有什么技能？哇，养老啊！10年后再问我，我看我能不能想得到这个问题。